大家好，我是秉言子璇。今天我们来拆解一个当代最火的案例——油管中文圈第一顶流老高与小莫。谁是老高？是运气还是天命？2026年了，如果你的睡前播放清单里没有老高与小莫，那你的互联网生活可能是不完整的。他是华人油管的顶流，很多人好奇为何是他？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命盘能够支撑他坐拥千万粉丝，年入数千万？是他选题好、口才好，还是小莫太漂亮了？其实稍微懂点命理的人，如果看了老高的八字，你会发现这哥们儿拿到的根本就不是一份普通的职场剧本，而是一本凡人修仙传。他这辈子能不能成功，全看他能不能遇到生命中的那个他。第一幕，那个被真神选中的男人。第一节，格局判断，火中的雪山。我通过老高公开的生日信息，排出了他的自主八字：乾燥、辛酉、甲午、壬申、壬寅。此命局日元为壬水，这是代表老高本人。壬水是什么？他是大江大海。壬水之人天生聪明，脑子转得飞快，看问题特别深。但是老高他出生在6月的夏天，月令为午火，午火它是火的地旺，此时正值芒种到夏至期间，火炎土燥，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火气大的要把水晒干了。重通宝剑云，夏月之人根心为生生之本，意思就是夏天的壬水，江河之水，如果没有金这个水源来生它，它就是一条快要晒干的河，必定是下等的格局。我们的主角老高，他不仅有金，而且是强金。我们来看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年柱的辛酉，这是通天一柱的辛金，而他座下还有一个申金，这是旷世之金。所以我命主壬水，它的水源是一个巨大的金矿。此命局朝后已成，它不是干枯的河，而是在炎炎夏日里背后有雪山，也就是这个申酉金源源不断的给这个壬水提供补给的超级大河。此为有源之水，是老高他成为顶流、享誉海内外的第一个秘诀。然而过犹不及。壬水它生于5月，这个午火是财星，它不得令，但是它自作申金，它是偏印，它是壬水的长生之地。年柱辛酉，这是干支一气的正印，天干还有时柱壬水比肩，它来帮扶。全局的金和水，它们的力量已经远远的压倒了月令的火。地天水有云，旺得一泄，所以此命局非但不弱，反而是印旺生旺。水太多太满了，金也太多了，这就好比一个人学富五车，但是金多水浊。金太多反而让水变浑浊了，如果没有宣泄的出口，它就会变成一个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满腹经纶却一事无成，是典型的懒命宅命。我们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老高他就像是一座在撒哈拉沙漠里的雪山，表面上看他是一个冷静的，甚至有点宅、有点懒的 IT 男，但是他的骨子里藏着一座巨大的知识冰山，在命理上叫做印旺。所以老高这种人，如果不做自媒体，他在公司里一定是那个最聪明，但是最不想动弹的员工。他不喜欢被管，这是壬水的本性，喜欢自由，不喜欢打卡，他只想坐在那里，把全宇宙的冷知识都吸进脑子里。古语云：身旺无懈，终为玩物。意思就是，如果老高他这辈子遇不到那个能让他开窍的东西，他就是一块被埋没在沙漠里的金子。聪明一辈子，但是也平庸一辈子。第二节，层次贵点，神奇外挂。命理学中有句口诀：有病方为贵，无伤不是奇。我们在判断一个命盘的层次高低，不在于它有多完美，而在于它是否有大病，并且存在对治的大药。我们之前分析的结论是，老高的八字，他的大病就是身强印旺，需要宣泄力量，不然只会被埋没平庸一辈子。那么既然身强，要消耗过多的壬水，首选就是用木，因为水生木，特别是高大的甲木。我们看看原局中有没有。这是想什么来什么。我们看这样一个大大的甲木扣在月干，而且紧贴壬水，这完美的吸收了壬水的智慧，这就是此命局的一道完美的做工方式，也就是时尚秀秀。甲木它是食神，它代表口才、表达、才华、口福。相比伤官，也就是卯木而言，这个甲木食神它更加的柔和温暖，这恰恰是老高那令人舒适的音色。由此我们找到此命局的第一个用神，也就是木食神或者伤官。旺水必须用木来泄秀，也就是水生木，才华才能得到施展，才能宣泄命主过旺的经历。老高之所以封神，就是因为他命盘里带了这样一个神奇外挂食神甲木。同样的一个维基百科的词条，别人念出来那是催眠药，但是老高讲出来那就是神迹。因为老高的木它是带水的，它能够把冷冰冰的数据转化为温软柔和、充满画面感的床边故事。第二，此八字的第二大病点，也就是他所有问题的病根，就是金太多印太旺了。我们知道八字里带印的人善于思考，喜欢钻研，但是过重则代表懒惰、依赖、旧知识，不喜欢表达。在五行关系中，要对付金用什么？必然是火。在食神关系中就叫做财破印，必须用火来克制过旺的印，也就是火克金，才能破除他的惰性。而且最喜欢午火，不喜欢巳火。为何？巳火见到金就容易腿软，被美色所迷，因为会形成自有半合金局。那我们看一看本命局有没有火，这是瞌睡来枕头，这里有一个大大的午火，它还是在月令的位置，这是全局力量最强的地方。所以我们找到第二大用神，也就是午火，就是因为这个午火的存在，让老高的八字层次一下提高了好几个等级，直接超越了99.99%的人。他能火成顶流，光靠嘴和智慧是不够的，这个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火才能破印治病根，让懒惰的老高支棱起来，去拼搏，去输出。可以说全局的高低贵贱全系于这个午火身上。那么这个午火是谁？他就是我们本视频的另一个主角小莫。这个命盘精彩之处就在于他原局就自带医药，病虽重，但是药也很猛，这是一个病药相间的上等格局。第三节，成功秘籍，价值千万美金的公式。看了格局层次，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也就是老高他是如何搞钱的。老高的成功可以缩写成一个命理公式，也就是食神生财，财破印。先有之一，水生木，
木生火，日元壬水，它去生甲木和寅木，这就代表他的口才、创意和视频。而甲木和寅木再去生午火，这个午火就代表市场，代表流量和金钱，因为它是正财，稳定的收入。食神就代表老高的口才，用来输出知识和观点。癌星午火代表用来点火的小木，代表市场的火热，也代表油管平台。做工路线之2，癌星之印，也就是火克金。午火它是财星，它的任务主要就是去克制这个申金和酉金，这叫财破印。盲派口诀云：癌星之印，主发大财。我们翻译一下，就是这个午火它代表市场受众，也代表妻子小莫，而申酉金代表资料老高的思想以及他的惰性。老高的成功，他必须依靠午火，他的压力去倒逼他破除惰性，整合资料，从而将知识转化为语言表达出来，也就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变现为财。做工路线之3，食神破印。我们看时支，这里是寅木，这个寅木是用神，它是代表行动力、才华的根基。寅木与日支的申金，这个申金它是忌神，它的夫妻宫也代表老高的惰性，就构成了一个寅申相冲。我们翻译一下，老高他必须用新的事业，也就是寅木去冲击这个申金所代表的舒适圈。冲，它主动荡，也主迁移，所以他的人生就必须在动中求财，这就对应了他的人生轨迹：大连到日本，然后到新加坡。我们得出结论，老高的成功是食神、癌星和印星三者之间的一场木火联军对抗金水大军的史诗级的战役，这就是老高的炼金术。他把冰冷冷的发霉的资料印星通过自己的口舌进行加工，最后在小莫这个熔炉里面提炼，最后出来的就是那千万美金的财富和华人油管的王者宝座。第4节论性情，巨蟹座的剑锋金。我们要看透一个人性格是绕不过去的，我们都知道性格决定命运。下面我将用思维分析法来看破老高这个人的本色。首先我们看一下月令，月令它是午火，本气为丁火，它是正财。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老高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务实的，他谈论钱、谈论价值是很直接、很精明的。月干为食神，食神它是一种温和的、令人愉悦的表达。这个木去生火，木火通明，这是最利于文化、教育、科技、传媒领域的组合。这代表命主性格开朗，表达流畅，往往有极高的文学修养或者是学术成就。他们像燃烧的火把照亮别人。我们看到老高他能说会道，幽默风趣，好奇宝宝，而且爱分享，并且他也体现出木火食神的特性，也就是节奏舒缓、尺度恰到好处，以及令人舒适的感染力、亲和度。这就是他 YouTuber 的人设。我们子平八字更看重日柱。如果说月主代表与生俱来的社会成长环境赋予的性格和特征，那么这个日柱它就是一个人他在成熟时期真正属于自己的特有的性格内核。老高的日元是壬水，这是他的思想内核。壬水它是大江大河，主治主奔腾流动，就代表民主聪明灵动，大格局，不拘小节，但是也容易随波逐流。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支，日支是代表一个人关起门来的真实自我。老高的日支是申金，它是偏印，它是忌神。日支偏印的正面影响，它代表老高善于挖掘、思考和领悟偏门的知识，比如玄学、宇宙、未解之谜。它是知识海绵，吸收力极强。但是这个申金它毕竟是忌神，其负面作用就是懒、极度的依赖性，而且需要独处，内心孤僻，爱躺平，以及拖延症晚期。如果没有小莫这把旺火，他就是典型的宅男，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最后我们参考一下纳音和星座作为命主的性格补充。老高的年柱纳音为石榴木，石榴木它生于5月，正是开花结果、红红火火的时候，它代表一种绚烂多姿，吸引眼球。所以老高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盛夏的石榴木，繁花似锦，肚里面全是料，也就是石榴里面的种子。它在镜头前那种亲和力，那种源源不断的奇闻异事，正是这种木在燃烧自己的能量，吸引所有的围观。而老高的日主纳音为电风金，这是金里面最锋利、最冷酷，也是最需要打磨的一种。它代表的是逻辑、切割、质疑以及技术的精进。这就对应了老高，他早年是做金融 IT 顾问，那需要极度精准的逻辑。他在分析都市传说时，虽然语气温和，但是逻辑链条却像手术刀一样快、准、狠。这就是剑锋金在起作用。最后我们看一下他的星座，老高是巨蟹座，巨蟹座是由月亮守护，本质它是渴望安全感、依恋感和归属感的。他作为巨蟹男，他天生就想找一个壳缩进去，所以对他来说，一个稳定的后方是生存的前提。然而故事的悲情在于，他的夫妻宫做的是申金偏印枭神，他是忌神，而偏印就代表冷漠、孤独、怪癖以及不生动的思考。偏印就像是一面冷冰冰的墙。老高他的家里面往往是沉默的，喜欢钻进自己的玄学世界里。这意味着老高虽然渴望家的温暖，这是巨蟹座的天性，但是一旦真正的进入家庭生活这个具体的空间，也就是这个申金所代表的夫妻宫，他感受到的反而是压力和束缚。最后我们来给老高的性格做一个总结。正面的性格，他是食神和壬水的结合体，一个外表谈吐风趣、幽默、极度聪明、表达流畅、思维缜密的故事大王。负面的性格，他是偏印枭神为忌，一个骨子里极度懒惰和依赖的思想家。他的性格是外木内金，外表像木头一样温润有生命力，内核却像宝剑一样锋利有棱角。他的巨蟹座顾家的特性与他的寅申冲所代表的动荡是相冲突的。他的食神代表想说，与他的印旺想宅也是相冲突的。老高他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大家看视频里的老高，巨蟹座笑眯眯的一副居家好男人的样子，但是如果你看他的命盘底子，你会吓一跳，他的内核不是温润的木头，而是冷冽的剑锋金。他其实就是一个极其冷静的，甚至带点孤独感的逻辑天才。
更有意思的是，他命中注定的家，也就是这个夫妻宫申金，其实并不是一个温柔乡，而是一个充满拉扯的战场。因为这里存在寅申冲，这种寅申冲就让他注定无法像传统的巨蟹座男人那样安稳的待在一个地方，做一个传统的父亲的角色。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小莫对他那么重要。因为在老高那冷冰冰的、充满冲突的内心世界里，小莫不是他的家属，而是他的防火墙和充电宝。没有小莫，老高就是一个在宇宙中流浪，最终会把自己冻僵的孤独的宇航员。第二幕，神仙眷侣的完美剧本，谁在负重前行？前面我多次提到小莫，可能会有人抱怨，那么招人喜欢的小莫，为什么我却一笔带过？莫慌，俗话说好戏在后头。现在开讲全网粉丝最关注的焦点小莫。如果说第一部分我们聊的是老高如何封神，那么第二部分我要聊的就是神坛背后那个女人小莫。第一节她不是背景板，而是续命火。在很多女粉丝眼里，小莫她是理想自我的投射，皮肤好的发光，心态稳如泰山，永远在老高讲冷笑话的时候给出最完美的反应。但是如果我们拨开命里的迷雾，你会发现小莫在老高命里的角色远比妻子这两个字要沉重得多。如果老高他是一条在北极冰封了万年的江河，那么小莫就是了破冰的太阳，是煮水的炉火。在八字里，小莫就是午火，他是老高命中唯一的救星。老高的世界原本是冰冷一片，充满逻辑和数字的，也就是金水旺。没有小莫，老高就是一个在深夜里自言自语的孤独天才，没人能听得懂他。没有小莫，老高就是一个每天在家里钻研玄学的技术宅，他的知识发不出来，也换不成钱。有了小莫，就像干柴遇到烈火，小莫他坐在一旁，哪怕不说话，他那个火的能量场就在那里，他是在燃烧自己来照亮老高。是小莫的存在，把老高那些冷冰冰的知识煮开了，变成了有温度的、有香气的，能让几千万人喝下去的神仙水。命理学有云，真神得用，富贵自天来。在老高的命盘里，小莫这个午火正财可不是贤内助那么简单。子平真全云，爱心为用，必得其助。这种助在小莫身上更像是一种业力般的贡献，因为老高的命太硬太冷了，他需要火，而小莫就是那团最纯粹的、最猛烈的午火。甚至可以说，老高这辈子的 F 等级不是靠他努力搬砖得来的，而是因为他遇到了这个真神，把他的命局彻底点燃了。所以老高他在视频里对小莫的每一分怕和宠，其实都是命局对本人的敬畏，那是对救命恩人的致敬。第二节，唯一真神小莫。在第一幕的视频中，我深度拆解了老高的命盘。这个命盘的骨架是金寒水冷，也就是金旺水旺，急需猛药医治的病局。那药在哪里？现在我来和大家谈一谈这张命盘的灵魂，也就是唯一的解药，它就是命中的唯一真神小莫。我说小莫他是神，绝非夸张，也不是拍顶流大 V 的马屁。你看我如何抽丝剥茧，从老高的命盘中去还原一个真实的小莫。为何小莫他是唯一真神？老高的命盘辛酉申金壬水，这是一片忌神寒金冷水。看壬水是聪明的，也是懒的、宅的、郁闷的，因为金多水浊。而小莫就是月令这团午火，他是正财，是七星。他为什么是神？因为他一个人有身兼五职。第一方面，他是调火用神，是唯一的太阳。一个命局就如同一间屋子，老高这间屋子就是金太多了，阴冷潮湿，穷通宝剑论下水，丁辛为生生之本。它有金，也就是下面的生金和这个辛酉作为水的源头，本来是好事，但是金太多太旺了，就成了病。而午火小莫他是这间屋子唯一的向阳的窗户，他是调火用神，他的火的存在让这个命局活了过来，让寒金变成暖金，让浊水变成活水。小莫的第二个作用，它是财帛印的排头兵。这个命局最大的病就是身有金，印星也是忌神，印代表舒适圈，代表懒惰，代表依赖，和我们说的整合资料。而曜就是午火财星，它是唯一敢于去克这个病的主力部队。命理口诀云：财星破印，名利双收。没有午火这个主力军是破印，老高的人水就会被金的忌神彻底淹没，他一辈子将会是一个聪明的懒人，绝不可能成为顶流。小莫的第三个职能，它是发动机与变压器。从命盘上看，老高他有才华吗？有，寅木他是食神，他的食支有这个比肩壬水去生，这个寅木的能量很强，这是我们老高的才能的根基。他偷了月干甲木，这就是他才华横溢的表现。但是木如何变成钱，就必须木生火，午火就是那个发动机。老高的才华必须投入这个炉膛才能燃烧变成钱。命局中寅午暗合火局，这是事业和七星，还有午申暗合，中间有丁壬合，这是七星暗之忌神。所以我们小莫他既是发动机又是粘合剂，将事业、寅木和财富和自我生金这三者捆绑在一起。第四方面，午火它是桃花真神，是人气的本体。为什么老高和小莫他们的频道这么火？古诀云：若卯酉为桃花，午火在月令是全命局最旺的字，这就叫做真神桃花。午火桃花就代表人缘、观众缘以及人气的本体。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老高的所有的流量，其根源都在于小莫午火这个桃花真神身上，这是命理层面无可辩驳的证据。有才华的人那么多，为何就火了老高一个？因为别人没有小莫。小莫的第五个职能，他是真神得用的天理贵人。很多人说小莫他是外星人，或者他是永葆青春的仙女，其实从命理上看，这并不是瞎猜。子平真权有云：用神成败皆在月令，而他的午火七星就在月令上面。这是命局的 CEO， 又是用神，这就叫做真神得用，这是巨富格局的入场券。所以各位，小莫他不是老高的贤内助，他是老高这个命局的 CEO， 是太阳，是主治医生，也是财神爷。第三节，看婚姻，成也小莫，困也小莫，揭秘老高的夫妻宫，为什么他们的家永远在路上？既然要探讨老高与小莫的关系，那夫妻宫必然是我们要考察的重中之重。
这是我们老高命局中最精彩的细肉。本命局七星午火，它是正财，它代表小莫；而七宫这是日支的申金，它是偏印，它代表婚姻，也代表家庭。而这个七星午火是他的第一用神，最大的贵人；七宫申金就是他的第一忌神，最大的枷锁。所以我几乎可以铁口直断，老高的婚姻状况必然是 A 爱妻不爱婚姻本身，他壬水发自内心的爱，或者说需要小莫这个人，小莫是他的太阳，是他的财神，是克制他懒病的唯一的解药。B 老高他厌恶婚姻，日支申金，他是偏印，他是忌神，婚姻宫本来是个妻子待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忌神，它代表一种冷冰冰的束缚，一种精神上的孤独，甚至是一种即便两人坐在一起，心也隔着冰山的宿命感。所以老高他极度抗拒申金所代表的婚姻制度和关系本身。申金在老高的命盘里就代表束缚，他一沾婚姻就觉得被捆住了，不自由了。第三，事业绑定，我们注意到石柱寅木，它代表老高的事业，午火小莫是他的妻子，寅午半合火局，老高他的事业必须和小莫深度绑定才能成功。午火就是他自媒体事业时尚生财，财入家中这个流通不可或缺的关键的枢纽。第四方面，事业冲婚姻，我们之前有提到石柱的寅木与日支申金构成了寅申冲，用白话说，老高的事业越成功，也就是寅木越强，他对婚姻这个申金带来的冲击就越剧烈，这就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第五方面，永远在路上的家，老高这么成功，为什么他们不停地搬家，从大连到日本再到新加坡，他们到底在逃避什么？答案就在这个寅申冲，寅木就像是一匹狂奔的野马，每天都在猛烈地撞击他的家庭申金。这种冲代表什么？代表老高只要一搞事业，家里就待不住。如果他们安安稳稳地待在大连或者东京，这种冲就会变成两人之间的争吵冷战。而搬家在命理上就叫做应灾，既然家里有冲，那么我们就把家搬到路上，让这种寅申冲，让这种动荡在旅途中消耗掉。我们可以对老高的婚姻做一个最终判词。命理口诀云：日支逢冲，无风以起三尺浪。他的寅申冲是事业冲夫妻宫，这就是老高的宿命。他必须依靠小莫来完成他的事业，而事业成功以后，又必然会反噬他的婚姻家庭。他壬水的宿命是奔向火，也就是财富，而金却是他的牢笼。这就是顶流 YouTuber 老高命盘里最深刻的喜悦与悲哀。第四节，老高是否专一？妻子与孩子。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我们来看一看老高是否会花心，八字里体现得明明白白。老高的财星正财小莫在全局中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干扰。虽然寅中还有丙火，但是这个丙火极弱，而且他被午火牢牢的合住，就算有那么一丢丢的花花肠子，刚萌芽就被小莫给镇压了。古语有云，财官不杂，情独一生。这意味着老高他在情感上是极其专一，他不仅爱小莫，甚至在精神上是非常依赖小莫。但是这种专一背后隐藏着老高作为一个巨蟹男的占有欲，他希望小莫扮演的角色是全能的，在镜头前你是我的金牌搭档，是事业的永动机；在镜头后你是我的灵感女神，是我破印的武器；而在生活中你是照顾我、包容我，甚至像母亲一样接纳我病态孤独的人，是熔炼心的火炉。老高对女人的态度就是，我这辈子只要你一个，但是你也必须把你的全部、全世界都给我。所以得出推论，老高他不是滥情之人，因为他唯一的财星午火是用神，而且正忙着支应干正事，没空搞别的。但是他又是注定动荡的人。第二方面，消失的子嗣，老高命里的父姓博弈。或许很多人有疑问，老高小莫这么好的基因，为什么不生个宝宝？尤其是一个遗传小莫气质的女儿，那是多么完美的结晶。老高他真的想要孩子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看一看老高的子女宫。我需要借助紫微斗数，老高的子女宫落在午位，也就是庚午，午是火，是老高的真神，是他的喜用神。这就说明在老高的潜意识里并不排斥孩子，甚至他觉得孩子能给他的生命带来光明。但是关键是压在午火头上的那个庚金，庚金是偏印，它代表的是极度的理性、理智和自我保护，以及对麻烦的恐惧。我们可以推断老高的心态，每一个巨蟹座的男人，他内心都有一个柔软的爸爸梦，但是每当他想到要孩子，他那个冷冰冰的庚金理智就会跳出来说，有了孩子，你的自由怎么办？你的频道怎么办？你和小莫的二人世界被打破了怎么办？这是一种脑子打败心的过程，庚金盖头，这就意味着他用理智的枷锁把那份父爱的渴望给封印了。滴天髓有云，应受重重，子期难靠。老高命里金太旺，这种能量会疯狂的卸掉代表孩子的土气。老高他不是不想要，而是他怕要。第三方面，宿命的卡点到底是不想生还是很难生？老高和小莫结婚10几年，在最好的年华没有孩子，这仅仅是不想要吗？我不得不指出一个极为隐晦的痛点，老高的命局是有个大问题的，也就是金多水浊，火土受克。在中医和命理结合的观点看，男人的生育力要看官杀，也就是土和金气，也就是金水。老高的命局几乎没有土，只是下面藏了一点点，子女星几乎不显，而且被旺金泄得干干净净。所以真相可能是早期他是不想生，因为理智的压抑，而中期是没空生，因为忙着搞事业，而到了后期壬水越来越旺的时候，这个火它的能量被消耗太过时，生理上种子萌发力确实会变弱。第四方面，老高的恐惧，男以戊土七杀为子，以己土正官为女，孩子是官杀星，五行为土，土是他命中的忌神，因为土生金，所以孩子一出生就会加重老高异性的压力，他会变得更焦虑、更宅、更不想面对世界，因为土会火，孩子的出现会熄灭午火小莫对他的关注力。老高的潜意识知道，一旦有了孩子，他和小莫那种神仙眷侣的平衡感就会瞬间崩塌，他是在用无后换取顶流。第五方面，隐秘的伤口，在孩子方面，我分析的结果，这是老高和小莫之间最隐秘的伤口。
在老高的命局里，子期缘非常薄。更残酷的是，在老高的运势里，代表孩子的土一旦出现，会直接会火生金，翻译成人话。如果有了孩子，午火小木，他的精力和光芒就会被彻底分散，老高的事业运也会因此熄灭。所以那条叫戾气的狗，其实就是他们命局中的替身。狗在五行中属戌，它是火库，而老高的命局中恰恰是空亡戌亥，所以那个叫戾气的狗就恰好填实了这个空亡的火库。戾气它不仅不是负担，反而是老高和小莫事业的守护神。2025年戾气生病，老高立刻停更，不仅是因为爱，更是因为他感应到命局中那张保命符在动摇。第5节，裂痕与矛盾。当真神累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1-2年的视频里，小莫偶尔会流露出一丝疲态，那种眼神的放空，并不是呆萌，而是真正的心累。这就是我要揭示的核心矛盾。老高他需要的是一个永远燃烧的熔炉，帮他炼化名利；而小莫他渴望的是一盏安静的壁炉。他本性是丁火，他想要的是自由享受生活，岁月静好，甚至可能是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然而，当一个神承担了所有的功能，他会不会累？这就是他们一切矛盾的根源。老高需要他成为一个战斗熔炉，老高的命局需要他的火永远不停歇的战斗，去氪金破印，需要他做永动机，源源不断的把木就是老高的才华变成火，而且把财富输送到家里，以武半合。这是一种功能性的需求。在事业上，老高是深度依赖小莫这个用神的属性。另一方面，被3重消耗的他，一个被掏空的炉膛。我虽然喊小莫为真神，但是他毕竟是凡人之躯，也会疲惫，也会虚弱。我们看小莫午火的处境，第1重消耗，他要以一己之力对抗申金、酉金2座冰山，这是攻坚战，这是硬消耗。第2重消耗，木生火，这是催逼。老高的事业寅木，再强行灌入木材，也就是寅午半合。这个事业心他越旺，就代表鼓风机吹得越猛，他的午火被迫燃烧得越旺。第3重消耗，火生土，这是灵魂的渴望。小莫他的灵魂是丁火，他的出口这个己土是食神，它也代表孩子，也代表自由，也代表做母亲的渴望。这个午火他的能量被战斗、催逼和渴望单方撕扯。第3方面，小莫他灵魂想要的我，他真正想要什么？午火他想要做一盏温暖的壁炉，这才是最扎心的。老高或者粉丝有没有想过小莫他真正想要什么？虽然我没有小莫的八字，但是从命局午火的状态，我可以符合逻辑的推断出一个根本性的矛盾。老高的命需要他作为熔炉，而小莫他的魂他只想做壁炉，他的午火本性并不是想去一线打拼去氪金，他只想岁月静好去生土，只想不受工作约束，也就是食神己土，只想成为一个母亲而不是一个战士。小莫他不想再扮演那个战斗的用神的角色，他想回归他本我的灵魂角色。现在我来回答小莫他真的想要什么。小莫他作为午火，他本身就带有己土食伤，这是母性，他不仅是老高的搭档，他也是个女人，他是要想当妈妈的。午火生己土，那是他的本能。所以大家发现小莫他看戾气的眼神其实就是一种母性的寄托。但是这片大海冷水太冷了，金山太重了，小莫这团火光是维持老高的事业，维持他的情绪就已经精疲力竭了，很难再有余力去孕育一个新的生命。第6节，调和与歧路，是成全还是宿命？我层层递进，找出了老高和小莫真正的裂痕与矛盾。那么，这战斗与回归的矛盾是否可以调和？这引出一个深刻的社会哲理：当你的灵魂伴侣同时是你的事业支柱时，你到底是爱他还是在用他？我从人性、人情世故和逻辑推理结合命理分析，得出以下3种结局的可能性。可能性 A， 老高出生回归家庭。从命理分析，这是一场灾难，因为老高他一旦回归家庭，会火生土，土就是会去生金，这就等于他亲手熄灭了午火的战斗力，转而资助了他的病根，也就是金，非但不能化解矛盾，反而会让整个命局，也就是事业、健康全面的崩盘。可能性 B， 小莫顺从，继续燃烧。从命理分析，这是透支，继续做熔炉。但我们看流年，2025年乙巳年引动了寅巳申3刑，这种刑入骨髓的纠缠和病痛。2026年丙午年是火年，午午自刑，古绝云，自刑自我纠结，伤身耗神。午午自刑是最后的燃烧，这是他午火被透支到极限的一个回光返照。小莫他的健康恐怕难以支撑。可能性 C， 分道扬镳，一拍两散，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从命理分析上，又是最合逻辑的推演。如果他们分道扬镳，午火真神离开此局，对老高事业的影响是什么？答案是毁灭性的打击。太阳下山了，他的命局将重归金寒水冷的病态，白华无主燃烧，白复烟消云散。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一个共生与吞噬的宿命。小莫这个午火是老高命中的光，是他的药，但是老高的命金太旺，却在绑架着小莫的魂。人水需要午火的燃烧来续命，而他午火的燃烧却可能耗尽了他自己。地天水有云，全局之枯旺在于一字之得失，午火小莫就是那个一字。小莫他是神，但是他也想做回人。小莫被3重力量在消耗，老高的依赖，他需要他时刻在线，事业的催逼，粉丝的期待，更新的压力，灵魂的枯竭，这种工作及生活的状态正在透支他作为午火真神的生命力。命里有口诀，旺火一息，过燥则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突然停更，因为小莫已经到了不想再燃的边缘，他需要找回自己的己土食神，去享受那种不被老高、不被频道、不被千万粉丝定义的自由。这已经超出了爱与不爱的范畴，这是一个灵魂的拷问。你小莫是否愿意为了成全我的命而牺牲你的魂？这就是这对神仙眷侣背后最深沉的偏激与悲哀。老高现在换大运的节点就在眼前，2026年是丙午年，那是小莫力量最强的一年。
但是也可能是物极必反的一年。那是火与水的终极对决。老高会为了小莫放弃油管吗？还是小莫会选择另一种方式去寻找他那份迟到的自由？当2027年那场冰河时代降临，这对神仙眷侣是会选择一拍两散，还是会迎来真正的浴火重生？二人的矛盾可以调和吗？下一幕我将带来最精准的未来推演，老高的未来运势，老高和小莫的结局，以及那个能化解丑武川死局的终极方案。千万别走开，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让你重新思考婚姻的意义。第3幕崛起、封神与最后的烟火。在前面2部分中，我分析了老高的八字命盘，谈了他命中唯一真神小莫。老高和小莫的关系相爱与裂痕，那是命运2字，命是地图，运才是路。现在我将带大家按照时间线，沿着这条路，从老高的凡人时期一步一步看他是如何抓住天机，最终崛起并封神的。第一节，潜龙在渊，在至暗时刻遇见光。很多人好奇，老高在成为油管王者之前他在干嘛？翻开老高的老年大运，那是壬辰大运和辛卯大运。那20年他过得相当闷，壬辰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而辛卯是金子被埋在土里。老高他在金融行业做 IT 顾问，虽然薪水不错，但那不是他的命。第一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壬辰大运，是1997年到2006年。天干壬水它是比肩，是此命局的忌神，下面的辰土它是水库，是湿土，它也是忌神，所以这部运干支皆为忌神。辰土还会与日支的申金、年柱的酉金形成申酉辰会金局之意，共同拱合出一个更强大的忌神，也就是金水，这叫做雪上加霜。老高这个壬水这滩水本来就因为金多而浑浊，现在大运又来一个壬水，还做一个水库，这就对应他学生时代，他有乙木、甲木这种食神才华，但是被忌神大运死死的压住。口诀云：身旺不劳一米帮，他身旺最怕帮扶，所以这个壬辰大运这10年，他就是那个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的聪明人。第2步辛卯大运是从2007年到2016年，2007年老高换入辛卯大运。辛卯大运天干这个辛金它是正印，它也是忌神，而地支卯木伤官它是用神木，这叫做天盖地。天干的忌神辛金盖住了地支的用神卯木，天代表外界，代表现实，而地代表内心和才华。所以这个大运告诉我们，现实的情况就是老高做着一份体面的 IT 顾问工作，也就是这个天干的辛金，但是他的才华，也就是地支的卯木代表的才华，在地下蠢蠢欲动。这个卯木的出现与他命局的年柱的酉金形成了卯酉相冲。古诀云：用神冲忌神，主环境变动，内心不安宁。所以老高在这10年一定是极其的拧巴。他的卯木在冲击旧体系就是酉金，但是天干的辛金这个忌神又在压制他，他就是那颗想破土又被铁板压住的种子。然而辛卯大运的第1年，2007年丁亥年，却是他静寒水冷的人生中最值得铭记的时刻，因为在此年正缘出现，引动了夫妻宫，他的真神小莫降临了。我们来看一下本年的组合。天干有一个丁火，这是正财，这是午火七星透干。古诀云：七星透干，正缘出现，代表在2007年，小莫这份正缘正式进入老高的生命里，从暗走到明，这真是天降女神的预兆。并且我们注意到流年的亥水与夫妻宫申金形成了深爱相穿，夫妻宫被引动，这就是明确的丁火为正缘的一种征兆，这是一种极其强烈的引动。亥水它是比肩，是命主的禄神，亥水去穿日支申金，这叫做禄神破印。虽然刺痛，但是忌神相战以吉论，这代表2007年的相遇绝非是点头之交，而是深刻介入。而且这个流年亥水还与时支的寅木形成寅亥合化木，这就代表老高在那年2007年他的才华正旺，是他最有魅力的时候，用神木被亥水合旺，老高他吸引到他的真神丁火，而且还有一个干支自合，也就是丁壬合化木，这就是非常明确的正缘出现的信号，而且是通过寅亥合、申亥穿深刻的介入到命主的生活中。时间进入2009年己丑年，老高结婚了，这里有一个未解之谜，肯定会有女孩纳闷，09年老高还没有发达，小莫凭什么嫁给他？而且那一年老高正属于人生的低谷，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流年的组合。天干这是己土正官，地支是丑土，它是金库，这是干支一气的忌神，土会生金，而且丑土还是金库，它给全局所有的金增加了力量，这是实实在在的毫无疑问的忌神的流年。天干出现了甲己合，这就说明甲木食神的才华被锁住，而地支寅丑暗合，他的事业被合办。更严重的是丑午相穿，最大的贵点真神午火被穿，整个全局一片肃杀冰寒。古诀云：喜神被合，主事多驳杂，有志难伸，所以可以断定，在这一年老高的才华也就是甲寅尽失，而压力就是个正官己丑，压力山大，这是老高的至暗时刻。但是为何在此年结婚？2009年己丑年，他是泥石流，他要穿亥熄灭这个唯一的烛光灯火，这个午火。在老高的甲己合最失意最无助的时候，他壬水的智慧驱使他抓住了那唯一的温暖，也就是午火小莫。在此年结婚这个行为，就是老高他在忌神大运中对抗命运的唯一的方式。此年结婚，这不是吉利的喜事之年，这是一场用神发力的拯救之年。而且我们知道丑它是金库，它也是硬库，流年丑土带着结婚证来了，来穿午火七星，这就是强烈的动婚信号。就在那一刻，小莫他就像一团火，真正的融入到老高的命局，安坐于月领正妻之位。古籍三命通会云：来星入木，必得妻助于微时。正是因为在老高最失意的时候，小莫带着那份补位和怜悯嫁给了他，才有了后来老高的逆天改命。所以2009年的婚姻，它不是一场水到渠成的喜气洋洋的吉事，它是一场在忌神高压下被命运逼着发生的动荡事件。这是前世的因果，宿命的缘分。
第二节，封神之路。2017年，老高脱离了辛卯运，进入了他改变他一生的庚寅大运，这是他这辈子最燃的10年。我们来分析一下这部人生巅峰大运的玄机。大运为庚寅，天干这是庚金，它是偏印，这是忌神，而地支是寅木，这是用神，又是天盖地。老高头顶压力的宿命还在，但是地支的王来了，寅木用神，他与实质的用神无寅用神共振。这个寅木是老高的发动机，因为寅木会去生火，寅午半合，寅是他的发动机，也是他的炸药包。寅木会去冲申金，这个忌神，敌天水有云，以神冲忌神，冲则必发。他的命局病就病在这个申金给他带来的束缚和懒惰，现在大运给他送来这个寅木炸药包，所以老高命中注定要在这10年炸掉他的旧世界申金。所以庚寅大运是破釜沉舟之运，他必须动，他必须用他的才华寅木去革这个申金的命，他人声腾飞的隐性已经被点燃。2018年戊戌年，老高正式开启了油管频道，开启了他油管中文圈顶流的封神之旅。为什么是2018年？为什么又是5月？因为那年的地支和月份跟老高的命局构起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寅午戌3合火局。我们来看一下，2018年流年为戊戌，表面上看这个戊戌都是土，土是老高的忌神，完蛋了。但是奇迹发生了，我们看一下地支，这里是一个虚土，这个虚土和大运的地支寅木和月令午火再联合日支的寅木，这就形成了超级强大的寅午戌3合火局。这使得他命局中的用神火的力量发生了核爆炸。古诀有云，3合成局，非同凡响。老高他的病就是冰山。2018年寅午戌3合火局，这个超级的太阳出现，忌神冰山会被瞬间蒸发。而为何是5月？我们来看一下，5月是丁巳月，丁巳月天干丁火是正财，巳火地支是偏财，这是干支一系的用神。在这个月，地支形成了巳寅申3行，此行并非行伤，而是行动，因为这个巳火的力量是比较弱的，所以我们得出结论。在庚寅大运，大运的寅木引动流年虚土到位，而5月的巳火加持，从而引爆合午火局。在用神最旺的时刻，老高创立了频道，这不是选择，这是命运的准时。我们再来看一下此刻的命盘的神煞，流月丁巳带来了国印贵人，他主掌权；福星贵人，他主福气；天乙贵人，他主预览成祥；太极贵人，他主玄学天赋；而德秀贵人，他主才华出众。联合流年大运，月主时柱，又加上了文昌贵人，这主文采卓著；天柱贵人主口福，天德和主化险为夷；而正次管他主声名远播，金玉他主得贤妻，地支这就形成了超级豪华的离星阵营，这就是天命所归之象，主必辉煌腾达，名声大噪，财运亨通，福禄双全。紧接着2019年己亥年，如果说2018年是起飞，那么2019年就是窜红。我们来看一下天干己土正官，它是忌神，而地支亥水貌似它也是忌神，是水，看起来又是坏年，因为天干己土它去合住了甲木，甲己合。但是别忘了，在木气旺盛时，这个甲己合是没办法合化为土，这反而形成了官来合我这种吉象，主得权力得地位。而地支亥水，它与寅木寅亥合化木，又去合实质的寅木，反而增强了我们喜神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本来是忌神的流年，结果在庚寅大运中寅亥合化木成功，从而形成了时尚先修的贵格，完美的化忌为喜。而且亥水还去暗合了午火用神，午亥暗合，丁壬合化木，合化又成功。这个己亥流年的太岁的能量彻底的转化为才华名气，并且变现为财，也就是木生火。所以在2019年这一年，老高的才华，他的人气因为合而被加倍，老高的口才得到了全球华人的共鸣，他飞速窜红，就像是坐了火箭，粉丝迅速突破100万，合乎命理。2021年辛丑年，为何移居到新加坡？我们来找一找命理的缘由。2021年为辛丑，天干辛金它是忌神，下面来一个丑土。我们之前有多次提到，这个丑土是此命局实打实的忌神，因为丑会穿午，会破坏我们午火这个最大的贵点，这是真正的真忌神年。土生金，老高的病根又发作了。我们记得2009年老高结婚时是丑午穿，2021年的迁移又是丑午穿，在此年他的真神午火小莫又被穿害了，而这个辛金它是正印，辛金过来它代表文书，也代表迁移，也代表身份。结论是2021年的这次迁移绝非是享受，这是一次压力山大石，也就是辛丑忌神压力下被迫之举，而且根源又与七星午火受穿害有关。那么为何去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地处南方热带地区，五行属火，所以老高的忌神年他往他用神之地，也就是南方火地新加坡，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老高这是在改命，他在追着火走。第3节，2023年的劫，当真神遇到伤官，但是命运从不白给。2023年癸卯年，老高爆发了职业生涯最大的公关危机，就是抄袭风波，这是他封神路上最大的一道劫。我们来看一下，2023年是癸卯年，天干癸水，它是劫财，是忌神，而地支卯木，它是用神，它是伤官。这个伤官就代表言论，代表作品是非。年柱的酉金，它代表名誉、资料来源以及正义所代表的版权，这是老高全球声誉的根本。流年的卯木精准的冲击了酉金，形成卯酉冲，这叫伤官冲印。古诀云：伤官冲印，名誉有损，文书是非，因言论作品而导致的名誉资料的危机，这是抄袭风波的象，再清晰不过。为什么是那个8月？因为在庚申月忌神最旺，引爆了流年的雷，金木交战，老高的信誉被放在火上烤。更隐秘的是，传闻那一年前后，两人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因为卯午相破，这个破就是关系破裂的意思。而流年的卯木冲了酉金，
它还与七星午火构成了卯午相破，破就代表破坏裂痕。这场公关危机同时撕裂了他和小莫的关系。然而此局金气旺盛，酉金的力量非常强，他能扛住这个卯木的冲击，所以老高的事业并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这次危机很快就过去了。第4节，2025年的警示：三刑之痛与戾气的牺牲。现在我们来到大家特别关注的2025年，就在几个月前，也就是2025年的10月3号，老高突然宣布停更，理由是爱犬戾气生病了，其中到底有何隐情？八字命理赋予了我窥破迷雾的超能力。2025年流年乙巳，表面看上去天干乙木它是用神，而地支也是火，巳火它也是用神，看上去是大吉之年。但是最凶险的局往往藏在吉中。我们看一下老高的命盘，地支有乙木、日支、申金、大运，还有一个寅木。2025年流年来一个巳火，寅加巳加申就等于寅巳申三刑。古诀云：寅申巳，三刑无恩，主背信弃义，亲朋反目，亦有病灾，官非，六亲有伤。寅巳申是金木火循环相克，体现的是一种恩将仇报，比如说父生子，子反害父，故称无恩；而刑是纠缠、折磨、惩罚。在命理学中，这是最让人寒心的一种局，它不是别人欺负你，而是你最亲近的东西在反噬你。而这个巳火，它作为流年的太岁，是这一年的君王，在老高的命局里，这张巳火代表的就是极其剧烈的外部环境压力，无法抗拒的社会规则，以及一种燃烧一切的变局。在2025年的开年，子三刑就形成了。可是为什么大半年老高还风平浪静？因为贪合忘形。我们看这个乙巳年流年一入局，天干乙木见到大运的庚金，立马被庚金的阳刚所吸引，主动合上去，就形成了乙庚相合。而地支的巳火，它一进门就看上了这个漂亮的酉金，形成了巳酉半合金局，天干地支皆被合住，这就形成了贪合忘冲、贪合忘形、贪合忘害，三刑之危竟然被这样悄无声息的化解了。这就像是命运的判官刚要下令，却被一堆繁琐的文书、虚假的名誉给缠住了手脚。然而，当时间进入9月、乙酉月，这个微妙的和解被打破了，原本维系平衡的锁链断了。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的10月3号那天发生了什么。看天干，大运的庚金原本合住了乙木，可是，在那一天，天干出现了3个乙木，这就让庚金迷了眼。那个主宰理智的守护神在那一刻失手了，因为3个乙木真合一个庚金，结果谁都得不到。我们看一下地支，10月3号这天，地支又来一个巳火，它与流年的乙巳伏寅2个巳火又去争合这个酉金，从而给这个巳火解绑。这种争合不仅没有困住火，反而给太岁松了绑。就在这一天，乙巳流年被解绑，撞上了乙巳流日，太岁爷在那一天清明老高的命盘，原本潜伏的寅巳申无恩三刑，在那一刻被推到了峰值。那么三刑博弈，谁在毁灭，谁在挣扎？这组无恩之刑，我们要看一下谁的力量最强，谁最受伤。巳火它是太岁，它是绝对的强者，它是代表外部的攻击、审查，或者是某种不可抗拒的时代洪流。而寅木它是老高的食神，代表他的口才、创作欲、他的事业根基以及享受快乐。而日支的申金，这是老高的命根子。虽然这个申金它是忌神，但毕竟它是代表老高的身体、他的家，还有他跟小莫的婚姻，这是不能受损的。而流年太岁，它带着审判者的姿态降临，它引爆了老高命盘里隐藏最深的火药桶，也就是寅木和申金。老高他最想守护的家，也就是申金，就在这场大火里被烧得体无完肤。日支申金，它代表老高最核心的根基，是夫妻宫，它也是午火小莫所待的地方，是老高和小莫苦苦支撑的那个完美的家园，也就是他的家庭隐私和精神防线。在那一刻被三刑击穿了，在外部规则这个巳火和过度创作这个寅木的夹击下坍塌了。所以10月3号这天，它不是普通的停更，这是在平衡崩溃后的大撤退。老高在那一刻，他必须丢掉那颗已经被真核搞乱的脑袋，去拯救那颗被烈火焚烧的寅木。这就是无恩的真相。老高发现，他用命换来的600多万订阅和泼天富贵，正在一点点的吞噬小莫的健康和他自己的精神防线。很多人不理解，为了狗至于吗？只有命理师知道，他再不停下来，这种无恩之行就会从宠物身上转移到他和小莫最核心的生命根基上。这一次停更是老高在替申金，也就是他的家，向命运签署的停战协议。他必须做一个对名利无情的人，才能换回对爱人有益的余生。第3方面，那条叫戾气的狗，老高的秘密阵法。为什么戾气重命？大家可能觉得老高养狗是因为爱，但是在命理师眼里，这其实是一个绝妙的火阵。大家还记得老高成名的密码吗？是2018年的寅午戌三合火局。戌在12生肖中就代表狗，它是维持这个三合局稳定的支点。大家看出来没有？老高他是寅木，小莫他是午火，而戾气他是戌。这就是一个老高深藏的爆红吸金的活的风水阵，它是老高的生机，位于时支，这是他输出内容的源泉。而木去生火，老高提供原始的木材，也就是知识与故事。这是午火，代表小莫的加持。午火位于月令，它是整个局的中心，因为火是名气，是光亮。没有小莫，老高的木头就是一堆废柴；有了小莫，这堆木头才能被点燃，变成了照亮全球华人的火。这个戌土则代表戾气，这是戾气的锁臂。这是寅午戌这个阵法中最关键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环，因为戌它是火之库。寅和午在一起，虽然火大，但是如果没有库收着，火就会乱烧，容易招致官非，名誉受损。而戾气的出现，就像是一个储能电池和灭火器，它把寅木散发的名气给收拢，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财富入库，并且保护这个阵法不被外界干扰。所以这三者构成了华语互联网最稳固也是最暴力的三合火局。老高出财，小莫点火，而那条叫戾气的狗，就是那个守住泼天富贵的财库，这是名副其实的旺财，这是一个声旺库俱全的完美闭环。我们可以断定，老高和小莫的爆火绝对离不开这条狗在磁场上镇宅与锁库的作用。
所以老高爆红的终极密码可以概括为一个由爱犬守候的长生造神阵。现在我可以解答老高为什么要停更，因为三行它是碾压而来的大势，当三行在暗处撕扯老高的根基时，而这个三合局中最薄弱的也是作为库的这个利器，它就承受了最大的压力和最先的冲击。在乙酉月，也就是9月到10月初，这个阵法的库裂了，利器替老高挡住了那一记足以毁掉整个阵法的流年毒火，最终导致了他的病变。这不是托词，这是应节。老高的停更不是因为没心情，而是因为他身为巨蟹座的直觉，或者说他的剑锋性的敏锐感应到了利器突然患病就是一种危机的警告。如果他不撤退，虚之后的下一个目标就是5还有他自己。这种三行代表的是一种不得不停下来的撕裂感。老高停更就是因为他发现，如果再燃下去，不仅狗保不住，连小莫这个真神都要燃尽了。这就是老高他在向命运低头，也是他自救的开始。第5节，乙巳年末的冰封期，老高的频道目前仍然处于深度停更状态。自2025年10月宣布因为利器健康问题暂别后，除了偶尔在会员社区有零星的文字问候外，老高和小莫已经消失在公众视野3个月了。粉丝群体出现了极大的分歧，一部分人在为利器祈祷，另外一部分人则在猜测小莫的疲态和长期停更是否预示着两人正在进行资产的清算或者生活的分割。根据我的命理推演，此月并非是毁灭，而是蛰伏疗伤，是冰封下的重塑。我们来看一下，在乙巳年的己丑月，地支这里出现了一个丑土，一个巳火，一个酉金，这就形成了巳酉丑三合金局。我们知道合能解刑，也就是这个巳火加入了三合金局，从而乙巳申三刑就被解除了。流年太岁本来是在三行中扮演那个暴躁的四处纵火的破坏者，但是在己丑月，巳火它被月令丑土和年支的酉金强行纳入合局。这就像那个在10月狂暴的执法者，到了1月被请进了深山，也就是丑土闭关，他被迫放下了手里的鞭子。乙巳申三刑就因为这个合局而暂时的熄火了。我们可以推断，老高当前的状态应该是从内耗转向深耕，因为寄生酉金的力量由于合局被推上了巅峰，但是这股精气的性质变了。它不再是攻击性的刑，而是变成了厚重的硬，是保护，它也是思考。所以老高在这个月，他是在深度复盘，他在利用这股庞大的精气所代表的思考和基础设施，为付出做最后的基地重塑。这个月确实是疗伤期，是在寒冷中急需那股即将喷发的新的锐气。而小莫的状态，小莫他是午火，在己丑月，地支这个丑土本来是要丑午穿伤害小莫，但是因为丑土此刻他的心思都在三合金局上面，他对午火的伤害就变成了一种冷处理。所以己丑月的三合金局化解了丑午穿的危险。小莫虽然依旧觉得这个冬天很寒冷，因为金寒水冷，但是他已经不再遭受那种突发性的撕裂般的情伤。很多人都在等他们回来，别急，等到立春之气一动，等到那抹丙火照进现实，那两个被三星折磨的灵魂终将迎来属于他们的丙午奇迹。真正的王者从来不是不会倒下，而是在废墟中精准的踩准那个起死回生的火点。第6节，2026年神预测，丙午年最后的烟火。那么即将开启的2026年丙午年，老高和小莫会怎样？这是我给所有粉丝的精准预测。2026年丙午年，这是庚寅大运的最后一年，是百年一遇的纯火之年。此年偏干丙火它是偏财，地支午火它是正财，干支皆是火，这是我们老高的用神，这是干支一气的用神旺年。所以对老高而言，这是自2018年戊戌年寅午戌三合火局之后最长的一个财年。这一年他的事业会有一个回光返照式的大爆发。我们来分析一下丙午年的干支组合。天干丙火透出，这里有一个丙辛相合，这是用神合伴忌神，而丙火它为太阳之火，主大众名气和爆发性的财富，代表它会以一种极高调公开的方式再次破除旧有束缚，名气和财富暴涨。而丙火它也是大运根金的忌神，也就是七杀，用神之主大运的忌神，此为吉。我们再来看地支，地支午火，它与我们真神午火无垠，力量加倍，火势滔天，地支形成了2个寅2个午的寅午半合的超级加强版，火势一发不可收拾。在这一年将是老高他名气和财富又一个顶峰，甚至超越以往。那么小莫是否回归？丙午年午火伏吟，这是强烈的信号，在六亲上面再现伏吟就代表重叠，就代表重新回到舞台中央。而且寅午半合空前加强，他们的事业和妻子这种绑定的模式将再次启动，而且能量更大。此命局的病是金寒水冷，在2026年是火最旺的时候，他会用尽全力破印火克金，这必然是事业和财富的又一个顶峰。然而物极必反，流年午火和原局的午火就构成了五五自刑。自刑代表什么？就代表极端的内部焦虑、亢奋和自我折磨。主角云，自刑者自我纠结，伤身耗神。所以午火小莫他的真神在五五自刑，在自我惩罚，在自我折磨。这很可能是透支的信号。老高和小莫，特别是小莫，会在这最后的辉煌中感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倦怠。所以成功是真实的，痛苦也是真实的。我们可以预计，在上半年5月到7月，老高会产出爆款，热度重回巅峰。真正的封神会是在甲午月，也就是2026年的6月。天干甲木，食神生财，地支午火分成加力，流年丙火加流月甲木加命局的午火，就形成了木火通明。这才是老高和小莫彻底走出2025年单行阴影，重新找回昔日默契，并且再次创造播放量神话的时间节点。在丙午年这一年，两人会非常的亲密，但是这种亲密是带着焦虑的，就像是在火堆旁边取暖，稍不留神就会灼伤。这种火太燥了，小莫的身体，比如说心血管、视力，会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2026年预测的结论是，他将
将是表面的辉煌和里子的崩塌。小莫大概率会配合老高，或者被他带动，他的事业有多旺，他的真神小莫这个无火，他的消耗和焦虑就有多重。五五自行也是为日后的丑武川埋下了最深的隐患，火已燃尽，无力再战。这不是中心，这是透支，这将是他们合作模式下的一次高峰和绝唱。这也是艮银大运这个木火运在熄灭前最亮的那一下回光返照。第7节，2027年的冰河期，己丑大运的寒冬。最关键的转折在2027年那一年，老高不仅步入了红羊节，也就是丁未年，更重要的是，他彻底换入了己丑大运，这是老高人生中最黑暗的10年基调。我们来看一下己丑大运，2027年至2036年冰河时代的降临。2027年，老高交托艮银大运，进入己丑大运。天干己土，地支丑土，干支皆为官杀忌神，这是凶险至极的，也是对他命局的逆转性打击。因为土生金，助纣为虐，他的命局病根就是金太旺，而这个己丑一来，他们会疯狂的去滋养他的病根，也就是生金酉金。另外，土会火，真神熄灭，丑土己土是湿土，他们最大的作用就是会火，所以在此大运中，无火小莫这盏佛灯被己丑这股泥石流扑面而来。另外，土克水，浊水困浓，己土它是湿泥，老高是冷水，是江河，在己丑大运中，他的人生将从奔流不息变成深陷泥潭，因为己土会刃。进一步分析，在己丑大运中会形成几种凶险的组合。首先，天干甲己合在此大运中，这土的力量非常强大，甲己合有化土的倾向。正官合住了月干甲木食神，甲木是老高的嘴，是他的口才，他的才华，他的知识输出的窗口，是他的事业，是他的表达能力。而己土正官，它代表压力，代表规则和束缚。食神被合住，就代表他不想说话了，或者说不能说，他的才华被外界的压力，这个己土彻底的锁死。这可能是源于规则官杀的限制，也可能是源于他的甲木被合住后，他失去了表达的欲望，也可能是因为他的真神无火退场，让他失去了表达的欲望，回归了阴旺的惰性。第二个危险的组合，也就是我们之前多次提到了丑午川，真神无火这个财星被大运的丑土川害。丑土穿月令无火，这个穿是八字中最阴险、最无解的伤害。古诀有云：子午相冲，丑未相冲，唯有丑午相穿，最是无情。因为无火是他的真神，是他的财源，是他的妻子小莫。丑午相穿就代表他的财星，他的七星破损。无火也代表他的事业、他的观众、他的媒体平台。这种穿害就代表他的观众缘急剧下降，财源被丑土严重会火弄脏或者熄灭，而且七星无火会穿，这对小莫本人以及这段关系形成了致命的一击。在经历了2026年五五自行的透支后，再遇到丑午穿，恐怕他们的关系难以为继。第三个危险组合就是丑酉半合金局，土生金，忌神猖狂，大运己丑会去声望命局中的酉金和申金，尤其是这个丑酉半合金局，在此大运老高他的病阴旺的病又复发了，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他将彻底的被懒惰和旧的包袱所吞没，不会再有火来克制金，也不会再有木食神来泄秀，他的冷水又变回了金多水浊。我们对己丑大运做一个总结，这是老高人生的低谷，冰河时代的10年，才华被锁，财源婚姻被穿，忌神猖獗，他将从顶流回归凡人，甚至可能面临身心健康与婚姻的双重危机。那么这个交运的2027年会发生什么？2027年丁未年，这本来是喜用的红羊年，但是因为刚好进入忌神大运，2027年将是大运交替的混乱序章。2027年是己丑大运的开端，这是爬坡与坠落的交接点。我们来看一下流年的天干是丁火，它是正财，丁火克辛金，这是老高他财富运的执念，丁火用神透出，这是老高最后的挣扎，他依然在挣扎，他试图用丁火这个微弱的火去延续辉煌，去破印丁克星，但是在此年大运己土已经尽弃，己土他会去会火生金，丁火这个用神的力量被大运己土忌神严重的消耗，体现为他努力的维持局面，但是力不从心，他的收入这个正财所代表的收入将会大幅下滑，因为这个火生了己土，它的能量反而助长了压力。我们来看一下地支午未合，此午未合能化为火吗？很明显不能，因为己丑大运中火的力量是非常弱的，所以这种午未合化火为土是合伴。未土虽然是燥土，虽然与午火相合，但是它的本质仍然是正官，就代表压力责任，所以这种合非但没有加强火的力量去克金，反而让午火变得迟钝了，因为午火被合伴，从而导致午火它对丑午相穿这种防御力下降，这就给大运丑土一个绝佳的机会，它会狠狠的去穿蚀午火，形成了更为严重的丑午穿的伤害。不仅如此，运支丑土还与流年未土形成了丑未相冲，大运与流年的对决，丑未相冲，冲旺了土忌神，土多得火会，土多得金埋，土多得水浊。古诀有云：运年相冲必有动荡，天崩地裂之象，代表环境他的事业家庭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和崩塌。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2027年丁未年红羊年是极其混乱的大厦将倾的一年，这是他软着陆的最后机会，运势急转直下，环境巨变，压力山大，他会拼命的挣扎，用这个丁火去克印，并且试图保护他最后的财源午火，也就是午未相合，要保护真神午火。但是甲己合丑午穿的宿命已然开启，2027年只是暴风雨前的最后挣扎。老高和小莫面临的不再是外部的公关危机，而是内部的价值观撕裂。老高他想守住事业，也就是金水；小莫想回归生活，火生土。这种冲撞会导致两人在这一年频繁的出现各走各路的倾向。事业因为甲己合，爱情因为午未合和丑午穿，在这一年恐将双双落幕。总结：神仙眷侣岂是凡人结局？
各位，推演到这里，我的心中也是五味杂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成也无火，败也无火的命运闭环。老高的封神是因为寅午戌激活了真神小莫，老高的落幕是因为己丑大运的丑午相穿，穿害了真神小莫。这就是既定轨道的推演。在命运这场大戏中，老高也包括我们，似乎都是体现的木偶。火来了我们就登台，土来了我们就落幕，这是否就是结局？这是否公平？绝大多数善良的看客，老高的粉丝们和我一样，并不希望看到神仙眷侣走向丑午川的死局。如果命运的剧本已经被剧透，那么我们的演员，我们的主角老高和小莫是否可以拒绝照着剧本去演？己丑是泥石流，午火是烛光，我们真的只能坐视泥石流把烛光掩埋吗？接下来我将为大家献上逆天改命的解药。我们不谈宿命，我们只谈选择。第4幕逆天改命的解药。我们前面分析的是按照惯性推演的宿命。了凡四训中说，命由我作，不自己求。命理是用来知命，并是用来改命的。看似死局，但是没有解不开的死结，只有愿不愿意付出的代价。代价就是老高必须放下。下面我来拆解这份趋吉避凶的策略。首先，午火小莫在耗尽，老高他的病在加重。丑午川七星被穿的结束就在眼前，2027到2028年。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各位，解法一直都在，这个解法就藏在他们或者是你不经意间提过的玩笑话里。命理师的灵活锦囊之一，淡退隐降频率，釜底抽薪，钱赚够了降低工作量，这是人情，也是理所当然。寅木是老高的事业才华，也是鼓风机。午火小莫他是炉火，如果这个寅木降低频率，就是减弱寅木的力量，就相当于关小了风力，它就能够立刻的直接的减轻对小莫这个午火的催逼和消耗，这是解局的第一步。那么老高要付出什么代价？他的代价就是必须放弃华人顶流的执念。另一方面，从博学的老高转型为探索世界的老高。老高的命局是金木交战，也是心甲相克。他的痛是在于才华被制度被惰性，就是金反复的摩擦。在紫微斗数中，他的迁移宫落在癸卯，卯木它是强力的食伤，是表达，是才华，而癸水是比劫，是能量。如果老高待在家里思考、整理资料、说书讲故事，他就是坐姿生金，那就是心寒水冷。但是如果在路上，他就是木火通明。所以当老高处于迁移状态时，他就是在激活这个卯木，卯木一现，他就会去卸掉老高命中的过旺的水，转而去生他最缺的火。而且老高的日支生金和时支寅木在命理中，他们都是驿马星，而家是捆绑他和小莫的牢笼，所以只要在家做视频，他的事业就必然冲击他的婚姻，也就是生金、夫妻宫、寅申冲，这两者天生互冲，这就是工作与家庭无法兼顾的基因。驿马逢冲，如果你静止不动，这种冲就是内部的撕裂、吵架、冷战、压抑；如果你动起来，这种冲就化作了路程。所以老高他天生就不是一个守家的命，他是一个在路上的命。与其让事业冲家庭，不如两个人带着家庭跑在事业的路上。命理师的离火锦囊之2，老高应该放弃居家，全面的拥抱迁移，把在路上当成家。当他和小莫周游世界时，他就化解了这种寅申冲事业冲婚姻的死结，因为他就一马的动，他俩一起动。以往他的名气是靠看资料讲故事得来的，现在或者以后他就应该用亲身体验行走世界，也就是卯木去冲击这个旧的模式。老高以前的名气是靠印，也就是整合资料得来，而他未来的生命力必须靠食伤，也就是亲身去体验去行走。老高必须主动的冲掉那个已经让他感到窒息的陈旧的名声枷锁，他要把自己从一个搬运资料的机器变成一个行走世界的观察者。其结果，他的名气会从博学的老高转型为探索世界的老高。这种转型虽然会流失一部分喜欢听干货的旧粉，但是却保护了他的用神不被金克死。这就是破解2027年己丑大运冰封期的离火锦囊。老高和小莫不能再做一个熔炉了，他们要去做一对流浪的星辰。当他们跑起来，那个试图穿透他们生活的丑土就追不上他们；当他们看遍世界，那个枯竭的午火真神才能在异国他乡的暖阳里重新焕发生机。第3方面，子女的解药，饶过生，只取果。之前我分析小莫他最想要什么？午火中藏有己土，很明显，小莫想要孩子，火生土，那是女人的本能归宿，这是她渴望当妈妈的信号。而且己土为正官，是午火的食神，她更想要一个女儿。但是为何他们没有孩子？我认为根本原因是在老高身上。首先，从老高的命盘看，孩子土是忌神，因为土会生金，会加重老高的病，因此他本能的排斥孩子。第二，壬水对土的本能恐惧，对壬水老高来说，土一多，他的水就流不动了。他这种极致追求精神自由的人，本能的排斥任何会让他固定下来的东西。而且土是官杀，代表管束家庭琐事哭了的孩子。3，老高需要火去破他的印，去燃烧他的木。如果小莫当妈妈了，生活的重心必然会放在孩子身上，这对老高的事业是沉重的打击。第4，或许他们尝试过要孩子，但是失败了，这并非本人的无端揣测。在命理上极有依据，金多水浊，火被泄太过，这种干冷而且充满金属气的环境，很难孕育出代表生命力的土。第5方面，还存在一个因为冷酷的问题，或许老高并没有意识到，一个被严重消耗的午火，如果怀孕生子，他必然会吸耗这个午火真神的元气，会导致小莫的状态下滑，不得不长时间的淡出事业，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己丑大运中，土气已经厚重到极点。如果小莫此时怀孕，那就是用他微弱的午火元神去强行供养一个巨大的己丑黑洞，其后果很可怕。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恐怕就是小莫元神枯竭，老高事业崩盘的开始。这在命理上叫子旺母衰，财绝官死。所以得出一个非常残酷的结论，在老高的潜意识里，小莫不是用来传宗接代的，
而是用来做他的发电机的。他需要的是一个完美的拍档，而不是一个被奶粉和尿布占用的母亲。这就形成了他们之间最深层的裂痕。小莫他想要回归做母亲，而老高却要拉着他继续做女神。老高的自私其实也保护了小莫，他是一个已经全功率运转的发电机，再无力支撑另一个生命的供养。所以献上命理师的离火锦囊之三，真神小莫想要孩子，想做妈妈，这个渴望是无法被忽视、被压制的，但是又要避免对他元神的消耗以及对老高事业的冲击。那么该如何破局？我认为代孕是上策，孩子它是结果，是土五行的存在，而代孕是完美的绕过了火生土这个最危险的过程，直接得到结果。这在命理上其实是一种移花接木，而代孕的本质，它保留了老高和小莫的遗传基因，因为根基与己土的结合，它是绕过了小莫身体，也就是无火，直接参与化火为土的物理过程。它让小莫无火，不必付出被掏空的代价，就能得到那个他灵魂渴望的结果。由此，我们避开了丑午穿，也就是生产过程中穿害妻性的凶，而趋向了无火渴望己土的吉，是真正的趋吉避凶。这样，老高得到了他命中的那个虚弱的子行土，而小莫也避免了被丑土穿坏元神的风险。那么代价是什么？即便是代孕，那个出生的孩子依然会给老高的性格带来巨大的压力，他可能会变得焦虑、更宅、更想隐退。所以老高必须接受的代价就是孩子来了，老高的病必然会加重，因为土会生金，也就是他必须承担一个父亲的责任，必须接受自己会变得更懒、更宅、更不想动，从而用事业的退换来家庭的进。这就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主动熄火，求子女，不求名利。2027年开始，老高必须把顶流的光环主动摘掉。如果能在这2年通过医疗手段求得子嗣，那么虽然会牺牲事业，但是能够保住小莫真神不散。第三方面，小莫的解药，从熔炉到佛灯。最后，我想说说小莫，他爱他可以做什么？小莫的病根在于他是丁火，他是佛灯，却被迫成了熔炉。所以这里献上命理师的离火锦囊之4，小莫必须自私一点，主动的熄火，拒绝内卷。当老高这个生金他又犯懒的时候，他这个无火要忍住，不要再去点他，他要停止火克金的战斗这种消耗，他要允许老高的病发作。为什么？因为只有老高他自己感受到金多水浊，也就是郁闷而住了，感受到这种痛，他的银木也就是才华发动机，他会主动去求生，也就是木生火。所以小莫要从主动的熔炉退回到被动的佛灯，也就是我丁火，我在这里，你人水银木自己来求火，而不是我去点你，我去喂你火。所以小莫他必须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也就是火生土。他必须创造出属于他自己的己土，这个己土不仅代表孩子，也代表福气、自由，这才是他的灵魂救赎。第4节，那么老高什么时候能够走出这段阴影？我的预测是2026年的庚寅月，也就是公历的2月份复播。我们来看一下丙午年的庚寅月，这是2月份，是2月4号开始。地支这里来了一个寅木，寅木生无火，重新声望了这个真神无火，就代表老高的气顺了，他可以重新开始吐纳知识。而流年的无火引动了原局的无火，从而无火真神主事，所以从2026年的立春，也就是庚寅月，将是老高正式回归的时候。那么老高和小莫究竟哪一天正式归来？极少有命理师能够精准的预测具体某一天。今天我要来挑战一下命理的极限，通过推演老高人生日柱与丙午流年的感应，我看到了一个极其罕见的干支双合的节点。大家记住2个日子，第一个是2026年的2月5号，庚寅月的庚戌日，这是2月5号，这一天地支出现一个虚土，这个虚土入局，虚土填实空亡，命里有言，空亡填实，应验百倍。大家还记得吗？10月份的那场风波，也就是寅午戌火三角中的戌，也就是代表他们的宠物狗戾气，是承受伤害最重的那个。而现在虚土再现，但是这并非喜讯，因为始于心而终将结于库。2月5号这一天更有可能是一个公告，或者是一次关于戾气结局的正式的文字说明，而非正式的正片视频回归。这一天，老高会给那条陪伴他多年的灵动生命戾气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宿命的交代。那不是结束，那是他完成替主人挡灾的使命后最庄严的谢幕。而真正的王者归来是在2月12号，也就是丁巳日。为什么是这一天？天干丁火透出，丁壬相合，流入的丁火将与老高的壬水日元产生丁壬合化木的奇效，这就代表着枯木逢春，代表着灵魂的同心合一。而地支又来一个巳火，这个巳火与夫妻宫的申金形成四神相合，天干丁壬合，地支四神合，这就是标志着小莫的真神正式归位。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这个巳会不会又形成寅巳申三刑？注意，这个巳火它是流入的巳火，它的能量远远小于2025年的乙巳，所以这个巳火也就是起到了点火引动的一个作用，并不会产生单行的破坏力。所以我断言，在2026年的2月12号，我们将迎来老高与小莫真正意义上的神人合体，开启属于他们的丙午运。而且我推断，老高这次回归，他的核心主题将是家庭与陪伴，回归家庭，回归初心，与粉丝家人的重聚。当然，在等待2月归来的这最后一段寒冬里，我还观测到一个极其隐晦的，甚至让人有些不忍言说的节点，那就是1月21日乙未日，这一天正值己丑月寒气最重的巅峰，在命理上这是木日木库，而且丑未相冲的一天。对于那条已经在寅巳申三刑中耗尽元神的生命戾气来说，这极可能是他最终完成代主收过重归厚土的时刻。合于虚，归于未。
如果大家发现老高在回归的视频中提到某些细节，隐约指向1月下旬的这段静默，请记住，那不是巧合，那是生命在完成最后一场献祭后，留给这个世界最温柔的余温。老高选择在2月复出，是因为他必须等到这最后的一场寒流过去，等那个带火的更银月真正降临。尾声不完美才是人生。各位，看完老高的命盘，你还会羡慕那泼天的富贵吗？2026年的灯谜是小莫用元神点燃的最后的烟火，2027年的混乱是命运对老高最后一张考卷。老高的命局缺火，但是他这辈子最大的运气就是遇见了小莫这团火。如果2027年他愿意为了守护这团火而放弃那座金山，那他才是真正的赢了命运。毕竟人生到最后，我们求的不是粉丝过千万，而是回头有灯火。老高和小莫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命运的极致灿烂，也让我们看到极致的脆弱。老高是那条渴望温暖的冷水大江，小莫是那团照亮黑暗的佛灯无火。他们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真的有神仙眷侣，但是也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世人眼中的完美的姻缘，也不过是在宿命洪流中愿意互相拉一把的凡人伴侣。老高用子嗣的缘分交换来名满天下，小莫用燃烧自己来成全了老高的英雄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考卷，哪怕是顶流如老高，在2027年的寒冬面前，也得像普通人一样学会取舍，学会低头。命里名言：知命者不离乎岩墙之下，只有主动撤退才能保住余生。宇宙很大，人很渺小。希望在2026年的余晖里，老高和小莫他们能找到那个不被流量绑架的真实的家。传奇仍在继续，真爱永不退散。我不是算命师，我是人生剧本解读者，我是秉言子璇，带你看透命运背后的真相。如果你也想看清自己的真神在哪里，欢迎联系我，我们下期再见。